汤百百种，越滚他们越爱。身体要吃热的，对身体好，会流汗。你身体要流汗比较，他想吃热的，一点辣，有一点辣，然后有一点咸，混合起来很好吃。他们说汤是喝健康的，边吃边擦汗，要逼出汗才算有效果。正中午的午餐，一碗冬粉汤配块紫薯，有汤就能当他们的正餐。Maganda lalo na yung mga sinisikmura, gusto nila mainit-igupin para mainitan yung sikmura。街边摊贩随处可见大盆锅汤，加蔬菜、玉米，煮得算清淡。吃饭的 SOP 是一口饭配一口汤。Meron kasi katulad nga yung sabaw, medyo pag pinawisan ka, lalo na pag masama katawan mo, pag umigop ka ng sabaw, yung feeling mong nanlalambot ka, sisigla ka kasi pinapawisan ka。不分种类，只要是热汤，菲律宾人就爱。内到外暖胃，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排出毒素。这习惯让台湾人出到非国，嗅到餐饮新的战略地。我是在菲律宾长大的，那是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有念过书，所以我才会想念这个味道，所以有时候会来这里。想念的台湾味，原汁原味复制到菲律宾。相比经典小吃，火锅攻占他们的排行榜。客满的话，通常我最多备到40-50锅以上，因为他们基本上每一桌来都会点一锅，锅类的，因为他们菲律宾人蛮喜欢吃锅类的东西。各种菇类、番茄炒过爆香，加水慢慢煮滚。一大匙麻油是菌菇锅的灵魂，会是店内热销第1名，不辣占很大原因。他们想要香，但是不要辣，对，不敢吃辣，但是喜欢那个麻辣的味道，加一个我们自己制作的辣椒酱。对，这个辣椒酱就是取决于客人要的辣的多辣。在菲律宾得入境随俗，麻辣锅汤底特制不辣款，吃辣者还能客制化。简老板是台中人，曾在星级饭店当过大厨，但无奈餐饮在台湾市场太饱和。2019年到菲律宾旅游，被合伙人招揽，是个契机。本来就有一个想要创业的梦，对啊，那时候原本在台湾就想说要开了，对，蛮多因素的，后来就没有成功。台湾太多餐饮业了，而且那时候疫情前，很多餐饮龙头都是把这些餐饮业霸占着。在异国的创业梦，万事起头难。每天早上7点逛市场是他的行程表。随身携带 A4 纸，列出食材清单，能更精准的抓备货量。这是我今天要买的量，因为我们都会保持每一天蔬菜的新鲜，所以我们一天都是买当天的量。大葱1 kg。中英文菜名先打好，省去沟通不良时间。毕竟刚来菲律宾时，语言对他来说也曾是障碍。因为这间超市比较多华人在这边买。而且这边的进口的蔬菜比较多，对，都是像蒜苗啊，像比较多内地进口的，比较符合华人的餐。香菜，对，沟通上比较顺畅。对，沟通上比较顺畅，因为他们会懂一些中文。但还是有着买不到的台湾味。试试看我们的羊肉炉。看是不是跟台湾的一样？那基底是你自己在这边调？对，基底都是我们自己在这边调的。那药材也是台湾来的吗？药材是我取当地的中药材，像我们这个豆皮就是像我们火锅最常会吃到的，这个都是要从台湾进的。
哦，像这个就是你们从台湾就是带过来的。对。坚持不迎合当地口味的羊肉炉中药汤底是华人的偏好，先打出口碑。但要做本地生意，刚创业的头1年，简行者深入在地市场考察，发现火锅店间间客满，但菲律宾人最爱喝的汤，反而变桌上残羹剩饭。像内地人他们开的火锅店，都是汤没办法喝的，麻辣锅都是很咸的那种。日本人开的，因为太过清淡了，他们也不会去喝，所以我们刚好我们台式的，像三妈臭锅，我们有办法把整锅连汤一起喝完、吃完一样的意思。对，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去做我们的火锅类。找到饮食定位，调整菜单，慢慢翻转客群，从原本的华人到目前来光临的80%都是当地人。如果创业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稳稳的做，放心去做就好了。因为这边台湾的菜很少，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是韩国菜、日本菜跟大陆菜。火锅在台湾是餐饮之王，普及率之高的版图结合菲律宾热锅文化，懂他们的偏爱，台式餐厅走捷径插旗。